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风故事。冬天寒冷，火锅店人满为患，特别是前些天气温低迷的时候，更是有太多人涌进了火锅店消费。这一天，一对夫妻带着一个7岁的小男孩走入了火锅店。小男孩从一进火锅店，表现出了不同于普通孩子的活跃和淘气。小男孩先是在和火锅店里一通疯跑，疯跑的时候不时用手扒拉着店里客人的衣服。客人们看到一个如此好动的小男孩，都纷纷侧目，并且开始发出不赞许的声音。小男孩的父母对小男孩的举动视而不见，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开始研究菜谱。小男孩走到一位服务员小姐姐的面前，小姐姐穿着店里统一发放的工作服，戴着店里统一发放的小围巾。小男孩停在服务员小姐姐面前，仰起头观望着小姐姐。没想到她突然跳起来，抓住了服务员的小围巾，竟然在上面荡起了秋千。服务员小姐姐猛然被小男孩抓住小围巾，身体失去了平衡，向着前面连跑了几步，差点摔一个狗吃屎。小姐姐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搞得脸通红，好不容易站稳，她一把扯下挂在她身上的小男孩，将小男孩大力推倒在地。小男孩或许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委屈，他坐在地上蹬着双腿大哭起来，且一边哭一边大喊着：妈妈，妈妈，这个人是一个坏人，你一定要替我出气。小男孩的妈妈听到他的哭声，立马赶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给了服务员小姐姐一个耳光，并且不依不饶地说：你是什么人？就是一个伺候人的服务员，竟然敢动我的儿子，真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小男孩的母亲不依不饶，去把你们大堂经理找来，我要说道这件事，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说法，这件事没完，我要让你滚出这家火锅店。服务员小姐姐满脸通红，捂着被打得火辣辣的腮帮子。此时大堂经理已经赶了过来，大堂经理安慰男孩的母亲：这位女士，我们顾客至上，是我们不对。小敏，赶紧给客人道歉。服务员小姐姐此时已经满眼含泪，听到大堂经理的话，泪水瞬间滚落下来。她说：明明是男孩子恶作剧，是他的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小男孩的母亲，你是一个大人，怎么跟一个孩子计较？他还是一个小孩，你怎么可以将一个孩子推倒？而且我们还是尊贵的顾客，所以你一定要道歉，不然我就让你滚出这家火锅店，你信不信？服务员小姐姐其实也就是20岁左右，她也是爸爸妈妈心里的宝，她也还是一个孩子。闻听男孩母亲的话，小敏气得满面通红。大堂经理一直在安慰母子二人，并且一直在道歉，并且承诺给他们的消费打5折。小男孩的母亲一再地要求服务员小姐姐道歉，大堂经理也没有办法，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服务员小姐姐道歉。服务员没办法，只得忍住心里的委屈，对着母子俩说：对不起，是我不对。服务员小姐姐委屈的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可是男孩母子根本毫不在意。小男孩母亲带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男孩母亲满脸的骄傲，对男孩的做法根本没有指责一句，仿佛男孩做了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火锅店里的顾客都议论纷纷，指责母亲对孩子太过宠溺。可是男孩的母亲充耳不闻。小男孩那一桌子很快上菜了，小男孩指着自己想吃的东西，母亲赶紧紧着男孩，不停将男孩子指的食物喂进男孩的嘴巴里。火锅店里的顾客看了，
都纷纷摇头，男孩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小男孩在自己的桌子上很快就吃得差不多了，此时他的父母才开始自己用餐。男孩子很快从自己的座位上走下来，开始在火锅店内乱跑乱跳，一会儿抢走顾客的筷子，一会儿将顾客的碟子里的食物扔到地上。火锅店里响起一阵抱怨声和愤怒的声音。男孩的母亲看到火锅店里的客人对男孩侧目，他立马站起来：“我们家孩子还小，男孩子总是调皮一些，希望你们多多包容。”火锅店里的客人听到男孩的母亲如此说，都十分气愤。其中一名顾客说：“孩子的教养是需要从小养成的，你们不能如此纵容自己的孩子，不然是会酿成大问题的，甚至可能因为小事上的纵容，导致出现大祸。要知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男孩的母亲听了顾客的话，不以为然。谁家的男孩子不调皮捣蛋？男孩子天性就是调皮的，不调皮的将来没有大出息。男孩调皮是好的，女孩调皮是巧的。男孩子的父亲也站起来说：“大人就应该迁就孩子，不然跟孩子计较，算什么大人？”此时，两名衣着邋遢的年轻男子走进了火锅店，他们在男孩父母旁边的一桌落了座。男孩子继续调皮捣蛋，殊不知一场塌天大祸即将发生。就在两名年轻男子落座之后，他们点了一个火锅，并且开始狼吞虎咽。其中一个瘦高个说：“兄弟，今朝有酒今朝醉吧，管他明天会发生什么，你我走到了今天，也是命运使然。”矮胖子满面愁容：“我受够了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干脆来一个痛快。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两个人愁容满面，一边吃火锅，一边喝着酒。几杯酒下肚，两个人很快就有了几分酒意。两个人专心致志吃火锅喝闷酒，不想此时小男孩来到了他们桌子旁边。小男孩上去就故意打翻了瘦高个的酒杯，杯子里的酒一下子就泼在了瘦高个的身上。瘦高个正沉浸在自己的愁云惨雾里，根本没有注意到男孩，猛然被男孩泼了一个正着。男孩子做着鬼脸跑开了。瘦高个大声怒喊：“谁家的孩子？有没有人管？老子要揍他！”男孩子的父母此时云淡风轻地说：“他还是一个孩子，你不要跟他计较。”瘦高个听到男孩的父母没有一句道歉，却说出不要计较，瘦高个气得脸都绿了。这是你们家孩子，真的是有娘生没爹教，凭什么不跟他计较？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活腻歪了吧？男孩子的父母：“你嘴巴干净点，不就是一杯酒吗？有什么了不起？我家孩子有娘生没爹教，恐怕你连生都生不出来吧？一看就是穷鬼，还来这种地方吃饭，你配吗？”两名年轻男子听到男孩的父母不但不道歉，反而出口伤人，两个人都站了起来，他们怒视着男孩的父母。男孩的父母此时如果住嘴，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可是男孩的父母依然口出不逊：“你们这种社会底层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吃顿好的。既然来了高档餐厅，就要夹着尾巴做人，还敢这样无礼，不知道谁给你的胆子。”瘦高个听到男孩的父母竟然如此伤人，他来到男孩父母那一桌前，恶狠狠地对男孩的父母咬牙切齿地说：“今天老子就让你们看看我这样的穷鬼，你们怎么惹不起。”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折叠刀，对着男孩的父亲一连捅刺了4、5刀。男孩的父亲倒了下去，男孩的母亲目瞪口呆，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瘦高个扑向了他，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母亲也尖叫着倒了下去。
此时，小男孩恰好跑到了桌子的旁边，矮胖子抓过男孩，就将男孩的头摁进了正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火锅里。男孩发出一阵惨绝人寰的叫声，火锅店里的客人都惊呆了。2名男子冲出来火锅店，消失在了人海里。大堂经理立马拨打了120和110，男孩一家被送进了医院。警方来到了现场，男孩子的父亲在医院里挣扎了4、5天，花了很多的医疗费用后，不幸一命呜呼了。男孩的母亲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脖子和脸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疤，且留下了十分严重的后遗症。而小男孩在医院里被抢救了1周后，痛苦地死去了。俗话说，惯子如杀子。小男孩的母亲如果知道自己宠溺孩子的后果竟然如此严重，或许他就不会一味地宠溺自己的孩子，而是会改变一种爱孩子的方法。那2名衣着邋遢的男子后来被警方证实是一起杀人案的在逃案犯。半年后，他们在外地被警方逮捕。当他们被带上审判席的时候，法官问他们：“你们在火锅店里所犯的罪行是否会后悔？”2名男子坦言：“我们不后悔。像那样的孩子和父母就应该受到教训。我们教训他们是我们替天行道，这是我们所做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好人是教育不了他们的。只有我们这样的坏人才能够教训他们。我们愿意为社会做点贡献。”法官和听众席上的人闻听此言，都很是惊讶。一方面，他们惊讶于这样的亡命徒竟然还记挂着为社会做贡献；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惊讶于这样的罪恶深重的人竟然也认为男孩和他的父母应该被教育。男孩的母亲在医院里待了1个月后回家了，她的儿子和丈夫都命丧火锅店。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或许她会明白孩子是不能无限度的宠溺的。无限度的宠溺孩子是会引来他天大祸的。一下子失去了2个最重要的人，这位母亲心里的痛可能是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变的人无法体会的。或许这样的人生至痛，从他每一次对儿子宠溺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